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互联网点亮了时代之光。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移动互联网、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风起云涌，它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人类的思维、生产、生活和学习方式。新时代的中国牢牢把握着这次历史机遇。中国的网民规模已达7.51亿，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/5，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.3%，超出全球平均水平4.6个百分点。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光缆生产和消费国，88.4%的行政村实现通光纤，光网城市全面建成。移动互联网成果惠及13亿多人民，4G 网络提速降费，5G 商用进程领跑世界。建设网络强国的愿景已经织就，信息装备和技术正成为这个东方大国赢得未来的强大驱动力。这是许仁东1年之内第5次飞往马尔代夫。这个印度洋上的千岛之国，即将铺设一条总长度1115公里的海底高速光缆，把马尔代夫6座主岛全部连接起来。建成后，将支持马尔代夫由2G 时代进入4G 时代。施工船伊马瑞号停靠的这片海域，是工程最关键的一段。世界上最长的单根无接头海光缆将在这里铺设。船体内部是一个直径12米、高6米的巨型缆舱。这是铺设前最后一次检查。这根长达318.5公里、重220吨的海底光缆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单根无接头海光缆，长度是普通海光缆的3倍。许仁东是这根超级海光缆的缔造者，他必须确保海光缆经历长途运输仍旧完好无损。制造超级海光缆的核心技术，远在5000公里外的中国工厂。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光纤预制棒生产基地，也是超级海光缆的制造工厂。这一片机器丛林，掌管着光纤预制棒生产的上万个工艺参数。这是光纤预制棒的胚体，主要成分是高纯度二氧化硅和二氧化锗。要在超过150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结成光纤预制棒。整个烧制过程，炉温精度必须始终控制在正负0.1摄氏度以内。2层楼高的烧结炉，炉温变化从近300度到25度，多达几十个温控点，工作人员必须密切监控。20多个小时后，高纯净无气泡的光棒烧制完成。影响烧结的因素及工艺参数有近1000项。此前，这项核心技术一直被美国康宁、日本住友、欧洲普瑞斯曼等少数光棒制造巨头掌握。光棒每一年我们都向别人去采购的话，是受制于人的。
这种烧结精度稳定在0.1摄氏度的工艺，中国工程师研发了30多年，找到每一个参数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。肖华和研发团队做了上万次试验，消耗了数百吨原材料。现在，他们独立研发出的全套光棒生产工艺，让这里每年可以生产出2200吨光棒。如果这些光棒全部拉成光纤，可以绕地球近1500圈。工人们正在将光棒悬挂到拉丝炉内。一根长3米、直径200毫米的光棒，可以在48小时之内不间断拉丝7500公里。这得益于中国自主研制的石英退火管，管径增大2倍，能让气流通过更稳定，拉丝速度由此提升了40%，每分钟超过3000米。这是目前全球最快的光纤拉丝速度。从光棒核心技术突破到光纤制造完全自主，中国将国际市场光纤价格从每新公里上千元人民币降低到每新公里80元左右。像这样的光纤，中国每年可以生产500万盘，总长2.5亿新公里，位居全球第一。这片海域将是验证中国超级海光缆生产和铺设能力的关键一站。Okay, Roderick, stand by, please. We will be going with the Zodiac. 随着阿马尔医生令下，超级海光缆铺设工作正式开始。载有牵引绳的登陆艇要率先登岸，陆地机械上的牵引绳带动海光缆正缓缓移动。首端登陆的铺设方法不同于深海海域内的直接抛射，工作人员每隔5米给海光缆系上一个红色浮球，在浮球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，海光缆以每分钟5米的速度向对岸进发。目前，全世界95%的国际通信都要依靠海光缆。相对于卫星等其他通信方式，海光缆具有低延时、寿命长、通信量大、保密性强等优势。未来5G 时代，海光缆的生产和铺设将成为各国信息领域竞争的高地。中国企业能否跻身国际海光缆高端俱乐部，胜败在此一举。此时，海光缆已经抵达近海，接下来的铺设难度考验着海光缆的性能。潜水员割掉浮球，让海光缆沉入海床。马尔代夫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，为了保护并绕过珊瑚礁，工程人员需要最大限度的弯曲海光缆。这对中国海光缆的柔韧性和拉伸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。许仁东对此很有信心。在他们的工厂里，工人们正在给光纤穿上27根钢丝制成的可以弯曲和拉伸的铠甲。传统海光缆的内铠生产用的是2段体龙角机，搭配24根钢丝。这种3段体龙角机和27根钢丝编织法是中国独创。3段体龙角机每个角龙悬挂的钢丝规格都不相同，增加的3根钢丝与其他24根钢丝粗细搭配形成稳定结构，让海光缆柔韧性更好，同时大大增强抗拉能力。
海底铺设，前方出现断崖，这是一种挑战海光缆弯曲性能的极限工况。近70度的断崖，海光缆要想贴合在海床上，弯曲半径必须小于1.5米，远远高于3米的国际标准。经过近10小时的铺设和潜水员的反复调整，断崖成功绕过。一个个定位牌被固定，标志着海光缆逐段被验证通过。只用了32天，连通6岛1115公里的海光缆就全部铺设完成。从这一天开始，马尔代夫成为南亚通信覆盖范围最广的国家。After that, all the MPLS equipment and the SLT equipment, so quality of that equipment is again very, very good, very world-class, state-of-the-art equipment they provided to us. 在马尔代夫铺设的这对光缆使我们单个项目突破1000公里，我们为此奋斗了5年多。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这片马尔代夫的海域，我们希望跨越太平洋，走向大西洋更广阔的海面。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。为了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，中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加快。一场盛大的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。场外，一辆黑色特制大巴车和30米高、悬挂有9个 Pre 5G 基站的铁塔，他们将与6万名歌迷的手机一起进行 Pre 5G 空分复用技术的首次实景验证。大家好唔好啊？这辆特制的信号测试车需要不停绕场行驶，它将监测演唱会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信号。因为这个之前测的可能有点问题，测的这个地图吧，就是相机应监测着基站实时反馈的数据。如果高峰时演唱会现场手机流量稳定在每秒300兆，则验证通过。我们这儿的准备情况怎么样？各个点的情况现在都应该是准备好了。我们准备一个点一个点的测，然后测试的线路就是我们画的这个线路，总共有10个点。从4G 到5G，就像交通提速。如果把信号比作车辆，道路比作带宽，想提速，要么拓宽道路，要么把车变小。空分复用技术会通过天线构筑虚拟映射信道，相当于架设出多条虚拟道路，让更多信号跑在不同的虚拟道路上，实现频谱资源的高效利用。这是中国工程师的创造。演唱会进入高潮，现场手机实时直播、发朋友圈，测试信号非常流畅，完全没有卡顿。其他车注意，我们的车速开始加速。演唱会现场单用户流量稳定在每秒30兆，车内手机流量稳定在每秒40兆。中国空分复用技术首次真实场景测试成功完成。不更换4G 手机，只更换基站的一部分设备，用户就能享用更高速率的带宽。这是让百姓受益、国家受益的中国方案。如果采用传统的这个4G的话，因为频谱资源是比较有限的，在很多密集场景，它就会出现问题。
这个时候通分复用技术就特别有效，它可以在资源不变的情况下，成倍的把这个效率提升。5G 测试车奔驰在全国各地，上千场超大规模试验正在进行。1000公里外，大山里的侗族大哥直播，同样是 Pre-5G 技术验证的试验场。商场、公园、火车站，全国各地遍布着测试人员的身影。5年来，8.9亿手机用户，299万个基站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移动互联信息交互系统，在中国建设完成。全球最大的用户市场，就是最好的试验场，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支撑。这是领跑5G 时代中国的优势所在。这种优势正在被世界瞩目。2017年，巴塞罗那世界移动大会，100多个国家，2000多家参展商，近10万名移动行业专业人士齐聚这里。围绕手机和5G 2大主题，各国纷纷推出自己的最新成果。我们把这些按照标准做的5G覆盖标准产品推出。赵先明他们带来了全球首台5G 高频样机，比4G 高出100倍的出色表现，让全球运营商、设备商为之赞叹。“13.5”期间，中国将启动5G 商用，虚拟现实、无人驾驶、物联网，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5G 技术来实现。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，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。从2G 跟随、3G 突破、4G 同步到5G 引领，中国已经是引领全球通信技术的主力。半导体芯片是信息化时代的基石，也是当今尖端制造的制高点。全球芯片制造已经进入10纳米到7纳米器件的量产时代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内地的芯片制造目前仅停留在28纳米的量产水平。中国每年进口的芯片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，超过了原油，这是中国输不起的领域。上海的这间厂房里，工程师们正在向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装备发起挑战。尹志尧曾是美国芯片制造装备研发领域的资深专家。2004年，他与倪图强等40多位半导体设备行业的华裔专家先后回到祖国，一切从零起步。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1台7纳米刻蚀机，也是芯片制造和微观加工最核心设备之一。它采用的是等离子体刻蚀技术，利用有化学活性的等离子体，在硅片上雕刻出微观电路。7纳米相当于发丝直径的1/1000之一，这是目前人类能够在大生产线上制造出的最小的集成电路布线间距，接近微观加工的极限。这块静电吸盘已经是尹志尧他们试制的第12块，自主研发的刻蚀温控精度保持在0.75度以内，优于国际水平。芯片的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，大概有10大类的设备，有1000多个步骤才能把芯片做出来。能够做到最关键设备的，而且能参与这个我们客户做7纳米器件的公司，确实是凤毛麟角。
陈兴建博士，尹志尧他们培养出来的本土技术骨干。他是7纳米刻蚀机喷淋盘的设计者之一。喷淋盘也是7纳米刻蚀机的最后一项技术攻关。来，我们来检测一下表面和气孔的状况。这个直径接近半米的喷淋盘上，均匀地分布着超过1000个细小的圆孔。好的，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气孔，4个角落都要看到哈。在以高纯铝做基材的喷淋盘上镀上高致密特殊陶瓷薄膜，是中国首创。那个中间看一下，不同化学成分的气体，正是通过这些小孔进入反应腔体，在射频作用下形成等离子体。看起来还可以哈，可以上机检测了吧？接下来，喷淋盘还要再接受30小时的烧制考验。30个小时里，原子还要经过5万次的堆积，镀膜厚度才能最终达到上百微米。喷淋盘运动的轨迹，是获得高质量陶瓷镀层的核心机密。陈兴建为炉中的喷淋盘设定了复杂的运行轨迹，如同浩瀚宇宙中的斗转星移，保证了陶瓷镀层的均匀覆盖。烧制完成后，喷淋盘要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全面检验。表面涂覆均匀，厚度超过100微米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。7纳米刻蚀机即将进入验证环节。是用这2片晶圆对吧？对。然后确认测试程序都是正确的哈。好，机器是正常 ，OK， 可以开始了。机械手将硅片放入密闭的等离子刻蚀机中，机器运转一切正常。用15年的时间追赶，20年的时间超越，这是尹志尧他们回国时立下的志向。今天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成功实现。中国芯片制造装备终于与世界最先进水平同步。中国将来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生产基地，能够开发出一个新的天地、新的产业。中国政府对高新技术的发展的支持，可以说是走在世界前列。那么迅速地用好我们这种优势，让中国的方方面面都走到世界前列上。为了终结中国缺芯少屏的历史，中国工程师们数10年的努力，也即将迎来阶段性的成果。作为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需求市场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拥有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最多的国家，智能屏、触摸屏产量双双位居世界第一。今天，中国迎来了柔性屏时代。正在进行的是柔性屏量产前的极限测试。测试用的柔性屏在水中可以被任意扭曲。低功耗、高分辨率，仅有0.03毫米厚度的柔性屏，正在给终端显示领域带来全球性的革命。刘峰，柔性屏研发工程师，他们用4年时间实现了柔性屏的小批量制造。然而，要想实现大规模量产，考验史无前例。成都，全国最大的柔性显示屏超级工厂，大小相当于7个水立方。眼前这条正在调试的生产线，是世界上仅有的2条柔性屏批量生产线之一，另外1条在韩国。重资产、
重装备、高技术、高风险，是柔性屏研发的巨大门槛。就连美国、日本这样的电子巨头，都不敢轻易涉足这个新领域。多年来，我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一个疼，就是出先少屏。这么多年都有一个梦想，就什么时候这些基础的东西，中国人自己也能够自主的可控。想了10年，干了15年。今天，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条第6代柔性显示屏生产线，终于迎来量产。现场情况如何 ？Glass 准备就绪，开始投入。机械臂抓取，柔性屏生产流程的第一个环节。这条6代生产线上的柔性屏制造，基础是一张长1.85米、宽1.5米的玻璃基板，厚度只有0.5毫米。机械手上近20个真空吸盘的着力点和吸力大小必须精准配合，即使微小的用力偏差，都将导致玻璃基板报废。机械手每一次抓取的角度、力度、速度和平坦度，都经历了几千次的测试。经过清洗、烘干，玻璃基板会由机器人运输到全封闭的蒸镀封装机。10几种有机发光材料会在蒸镀机中被气化，并均匀地凝结在玻璃基板上，形成柔性膜层。在这个蒸镀设备当中放着我们最核心的蒸发源，后通过加热的方式让材料挥发出来，然后通过我们这个 mask 蒸镀到我们的玻璃基板上面去，形成了我们一个彩色的一个发光区域。这块薄薄的铁镍合金金属片，就是决定柔性屏显示色彩的核心部件。5.5英寸的眼膜板上分布着370万个网孔，每个网孔都有独特尺寸。怎么样来控制好这些网眼的大小的话，成为我们需要攻克的最核心、最大的难题之一。即便是1微米的网孔变形，都会造成柔性屏显示偏色。刘峰他们在上百种干扰因素、几十万个数据中，找到了眼膜板网孔的变形规律，创造出中国独有的反变形设计，成功实现蒸镀过程中370万个网孔大小均为25微米。蒸镀后的柔性膜批量生产出来。作为信息时代的新产物，柔性屏制造代表了全球半导体显示技术的最高水平。最后的紧张环节即将到来。柔性膜需要与玻璃基板分离，机械臂必须将0.3毫米厚的刀片准确插入玻璃基板与膜层之间，将它们的边缘切割开。柔性膜厚度不到20微米，比一张打印纸还要薄。刀片切入误差必须控制在0.1毫米，才不会划伤柔性膜，导致整张膜报废。找到良品率更高的刀片切入角度，中国团队研究了4年。整套生产线连续运转200小时，中国第1条6代柔性屏生产线成功实现量产。3000名工程师，10年储备，4万个技术难关攻破，终于将中国显示屏制造产业带向世界最先进行列。从缺芯少屏到新屏契合，中国整整为之努力了20年。不是满足于
做显示这个屏的时间点，要满足未来物联网企业的时间点，特别是设计它也有指引的大方向，对吧？新时代啊，新目标，我们要有新作为。互联网带来的改变，不仅在经济领域，基于数据集中共享的智慧大脑云计算，正在新技术应用中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无限可能。2017年全球犯罪与安全指数显示，中国是治安保障最好的国家之一。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，正在这些城市的公安指挥大厅里实现。你好，江110啊，你说你妈妈走失了是吧？报警中心接到一位失智老人走失的求助电话，通话尚未结束，老人的身份信息已经检索出来。黄伟是负责科技应用的警官，他的任务是将人脸识别等前沿技术应用到公安实战中。屏幕上显示的是全市范围内的摄像头。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，视频镜头超过2000万个。这个叫做中国天网的大工程，是守护百姓的眼睛。老人离家已经4个小时，黄伟根据他的步行速度推算，在电子地图中圈定了一个5公里的重点搜索范围。即便是这个范围，依然大约有10万人，必须依靠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人脸识别智能系统。重点区域的近1000个摄像头，将实时抓拍的每一帧人脸画面发送到指挥中心，后台系统进行照片比对。每秒上万帧画面，数千万次的运算。这种超强的识别和计算能力，是人工无法具备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人脸相机，老人只要经过我们这个抓拍区，他的脸部照片就会被拍下来，我们后台就会知道他在哪里。中国是将人脸识别尖端技术最先用于民用搜救的国家之一。15公里外的实验室里，正在对这项技术进行优化和升级。准备好了，顶光，好，第1个灯，第2个，第3个。这是模拟各种光源环境下的测试，复杂的光线变化、快速移动、面部遮挡、侧脸、模糊、低照度，这些都是人脸识别技术的死敌。哎，对，应该都是你那个看一下。面对如此苛刻的限定条件，工程师们采用了深度学习的创新算法，提高辨识率。人脸作为全球最大的图像识别技术样本，是智能检测识别精准度的标杆。中国在人工智能以及人脸识别的算法方面呢，获得了弯道超车，目前领先于欧洲、北美以及日本和韩国。像这样的人脸识别技术研发中心，在中国有上百家，每年研发投入近20亿元。老人的搜索还在继续，接到报警已经10分钟，在此期间，摄像头没有捕捉到目标人像。张世杰负责信息研判，结合黄伟提供的数据信息，张世杰决定开启人脸库检索系统，对全市上万个摄像头4个小时内采集到的所有视频录像进行检索。只用了5秒钟，老人的身影就呈现在大屏幕上。10点57分27秒钟，在钱江路解放路查看。随着系统比对出的视频越来越多，老人的行踪轨迹逐渐串联起来。
叫什么名字啊？社区民警朱文在棋牌室的众多老人中，精准比对出走失老人，整个搜救只用了25分钟。2，掏出手机，通过刷脸和语音识别双重认证，千里之外也可以完成户籍变更、房屋产权交易等。在中国，人脸识别系统的试点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，将惠及更多百姓。从安防到民用，从城市到乡村，一个惠及13亿多中国人的互联网正紧密连接。智能大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，正在支撑起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上海嘉定区，全球第一个全流程智能无人仓库正在进行商品的乾坤大挪移。再过24小时，全年销售高峰双11即将到来。备货、入库、出库、分拣、配送，24道工序，6大种类，460个机器人环环相扣，紧密配合。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无人仓智能控制系统，实现了从自动化到智慧化的革命性突破。这套系统就是无人仓的智能大脑。这个模式全世界之前是没有人做过的，你能不能经受出这种618、双11的这种峰值的考验？双110点到来，短短几分钟，订单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。这是全国的，这是在库房。作为技术总指挥，刘海峰接到后台预测报告，未来24小时售出商品将超过7亿件，这将是日常销量的数10倍。压力是非常大的。第一个是货多，第二是货物的品类非常多，所以我们整个分拣和最终的打包整个的对效率都会有很大的压力。双11，全球最疯狂的购物节。对于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大脑来说，这是一场极限挑战。智能大脑根据每分钟2500件的出货量，自动计算出所需分拣机器人的数量。300个分拣机器人在1000平方米的作业平台上穿梭忙碌。机器人之间的最小距离可以控制在10厘米，行进速度每秒3米，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快的分拣速度。这背后需要智能大脑在0.2秒内计算出机器人运行的681条可行路径，并做出最佳选择。比如说，我们这个分拣机器人是国外没有的技术，是中国首创的。我们在这个机器人上又增加了很多传感器，比如说压力传感器啊、光源的传感器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头，我们调度好几百台的这种车，也是中国的首创。双11的第2个销售高峰正在逼近。此时，智能大脑监控到的实时包裹量已经突破每小时15000件，超过了设计产能。系统正在进行跟踪计算，如果这一状态持续30秒钟，智能大脑将自动启动高峰应急预案，将有更多的分拣机器人投入工作，但发生碰撞和堵塞的概率也会增加。高峰应急预案启动，又有30个分拣机器人进入作业区，运行速度依然是每秒3米，但最小间距已经缩小到8厘米。这要求系统运算反应速度
至少再提升10毫秒。10毫秒意味着增加几十亿个数据的计算量。强大的智能大脑，应对自如。持续12个小时的运行，无人舱330台分拣机器人高速分拣零差错，智能控制系统反应速度0.017秒，运营效率提升3倍，均为世界领先水平。中国自主研发的无人舱智能控制系统，正在开启全球智慧物流的未来。没有网络安全，就没有国家安全。建设网络强国，中国需要构筑起虚拟世界的铜墙铁壁。这里是腾讯安全级别最高的部门之一，维护着遍布全球几百万台服务器的运行状态。何立佳和同事们24小时关注着这里的一举一动。为什么会这样的？经理，15槽出了告警，ID 是我看一下。大屏幕上突然涌现出大量网络攻击，系统自动发布紧急事件预警的次数越来越密集。短短几分钟后，攻击突然消失。这已经是本周以来的第2次大规模网络攻击。何立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电梯里的这些年轻人是云顶实验室的骨干成员，他们将迎来继勒索病毒之后最大规模的阻击战。云顶实验室已经找到了病毒的藏身之处。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木马病毒暗云3，它们如同僵尸一样，被黑客深埋在电脑启动磁盘中，平时不影响电脑使用，一旦感染形成规模，幕后黑客会发出指令，让僵尸集体复活，对互联网进行强大攻击，造成大面积网络瘫痪，形成社会事件。这通常是顶级黑客所为。病毒早已不是黑客的恶搞游戏，已经演变成为实实在在的杀伤性武器。全球网络的联通，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。网络安全本身，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对抗的过程。对我们这样一种安全团队来说，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去对抗这些黑客的攻击行为。近年来，网络攻击呈现出爆炸式增长，越来越多的威胁全球经济安全，甚至具备影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为了对暗云3进行全网查杀，腾讯安全联合实验室的所有负责人也加入战斗，更多正义力量正在汇聚。这是中国互联网上的正义者联盟，他们不仅包括腾讯的7大实验室，还包括国内顶级网络安全公司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部门。他们与政府部门信息共享，协同作战，共筑中国网络安全的钢铁长城。联盟伙伴的分析报告陆续汇聚到董志强的电脑中，被命名为“永恒之盾”的杀毒模块开始编写。它将在电脑系统的最底层斩断病毒与内核的连接。网络安全呢，
永远在路上，那么总是在不断要完善，可以说见招拆招。最后的决战即将到来，暗云3病毒不会轻易坐以待毙，杀毒信息的公开，也意味着暗云3将很快被激活，发起大规模攻击。董志强进入的是特殊网络环境下的作战室，笔记本电脑就是一台虚拟机。它释放出的诱饵信号会诱导暗云3最先对它发起攻击。10分钟的等待，暗云3军团如约而至。暗云3果然被诱饵诱惑，发起攻击。这是一场生死时速的较量，从发现暗云3的蛛丝马迹，到决战正式开始，双方已经暗战15天的时间。但决战不到0.01秒，云顶实验室研发的大禹系统将占满带宽的攻击流量瞬间化解掉，暗云3被彻底绞杀。互联网上的战役，明天还将继续，但中国人守护全球互联网安全的决心不会改变。互联网上每天产生的病毒有成千上万，黑客攻击也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停止过。安全不容有失，有些时候我们是第一道防线，也是最后一道。互联网、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，不断推动网络强国、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、新突破。未来，中国与世界信息共享，协同创新，中国智慧、中国力量必将再次创造撬动地球的奇迹。下集大国重器，我们将探访中国的智能工厂，感受中国制造迈向智能时代的挑战与突破。中国第一套全流程数字化仿真系统，中国第一部超精密加工数控系统，全球最大的沙芯 3D 打印机，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机械工厂的智能化改造。在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内，智能制造正成为先锋，引领中国工业制造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。